很多人会说，一支18年的苏格兰威士忌是可以代表一家酒厂的风格，而且也是他们品牌的最重要的产品。这样来讲的话，是不是要开始买18年的威士忌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雅奶爸。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18年的苏格兰核心款威士忌值得入手的。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还有超级感谢哦，或 Super Thanks。这次的小知识分享就是关于非冷凝过滤跟有冷凝过滤的威士忌的差别。我上次是有做过一个影片，请稍微回去看一下，在这里。这次呢，我是想更新一下我以现在消费者跟一个爱好者的看法，关于这个冷凝过滤跟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首先呢，什么是冷凝过滤的威士忌？最简单的讲法，它是用低温度把威士忌的温度降低，然后过滤掉一些脂肪酸、蛋白跟脂类。如果你看到这台机器，这个就是一个冷凝过滤的机器。最简单的形容，它就是好像全脂牛奶跟低脂牛奶的概念。低脂牛奶就是好像被冷凝过滤的威士忌，因为它的那些脂肪都被过滤掉了嘛。全脂牛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就好像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那酒厂为什么会做这个冷凝过滤的动作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动作也是一种威士忌的美容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放冰块在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它会变雾雾的，那有冷凝过滤就不会。如果你看这个照片，在左边的就是非冷凝过滤，然后有冷凝过滤是比较清亮一点，就是 crystal clear 嘛，它看起来比较干净，比较好喝。可是左边的就是雾雾的感觉，坏掉了。所以酒厂需要做这个冷凝过滤的动作，所以对那些比较新手比较会想喝，或是会比较想接触威士忌，有冷凝过滤会对威士忌的风味有差吗？我个人觉得香气跟味道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大部分的口感跟质地会有差，就是它比较干净了嘛，比较没有那么油，然后比较薄。很多那个米其林的那些食物，比如说那个牛肉面米其林的牛肉面，我发现就是很干净，没有油浮在上面，就是很干净，可是味道都还在。这个我认为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说明，就是有冷凝过滤的威士忌跟非冷凝过滤，只是口感有差。接下来那个尾韵在威士忌，如果你冷凝过滤，就是好像把那个尾韵也减短了。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说，这个40%的威士忌超顺的。可是如果你跟我这样讲，或是跟爱好者这样讲，就是没什么意思嘛。因为如果是高酒精浓度，然后又是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然后喝起来很顺，这个其实才是比较好的威士忌嘛。好，那对爱好者的看法的话，我认为这个冷凝过滤的动作是会影响到我对一支威士忌的经验，就是因为你把它放水，喝起来是水水的，然后尾韵也卷短了，不是很排斥啦，就是因为我喝了一个阶段嘛，你就是比较进阶了，所以你比较希望有那种比较可以挑战你的味蕾的威士忌。那我的看法就是非冷凝的威士忌会比较挑战你的味蕾，而且你年份熟成那么高的威士忌，我认为是不需要改太多了，因为大部分如果你放一支威士忌在橡木桶比较久一点，就是18年，理论上是会比较好的，不需要去过滤，不需要做什么加工的动作，这样是最好的情况。好，那这个就是以我非冷凝过滤跟有冷凝过滤的威士忌的看法。你们是比较喜欢有冷凝过滤呢，或是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请在下面留言，欢迎讨论。好，那我们去看推荐影片咯。这次呢，我会分享9支的18年核心款苏格兰威士忌。中秋节也快到了，所以如果有找到好的价格，可以买来试试看这些18年的威士忌。推荐前9名的18年威士忌，我会先跟你们讨论一些荣誉名单的一些18年威士忌。第一个就是波莫尔18年，第二是卡尔里拉18年，第三是泰斯卡18年，这些都有冷凝过滤跟有调色的18年威士忌。对我来讲，它们的味道就是很好喝，我觉得是蛮棒的一支有年份的威士忌。只是呢，我觉得油脂感是比较低一点，然后因为是43%酒精浓度，口感是比较淡，然后它们的尾韵是蛮顺的，就是柔柔的，因为就是有冷凝过滤的威士忌，它们的尾韵是稍微减短了，所以是比较感觉比较顺。可是
差了一点点。我是觉得就是我对这3支的经验就是好像缺了什么，所以没有进入前9名。就是很希望这3个以后会有一些比较高酒精浓度的版本，然后也是非冷凝过滤的版本。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很想去试喝这些。好，那我们来看前9名的18年威士忌了。好，那在第9名我会选艾伦18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4000左右。这支呢，艾伦18年，它每年的批次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怎么知道呢？就是看它的颜色。我是建议比较有那个深色一点，就是好像你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比较多那个初次的雪莉的风味。我认为比较多那个初次雪莉是比较浓，比较好喝一些。这支呢，它就是很有平衡感觉，有姜糖、新香料、巧克力的味道都很棒，质地也不错。那这个就是第9名，艾伦18年。接下来第8名我会选坦度18年，它是46.8%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它价格大概在5000块左右。这支的价格是有跌很多，我记得大概2-3年前它大概有8-9千块的价格，就是还是比麦卡伦18年便宜，可是是蛮贵了。我认为这支呢就是一支很棒的麦卡伦18年代替嘛，它也是有那种很经典雪莉的风格，而且也是那些欧洲橡木桶，就是比较多那个新香料、巧克力、蜜饯的这种风格。我上次有喝过，就觉得这个是一种高级雪莉的质地，所以很多人都会通常说这个就是麦卡伦的杀手嘛，因为是蛮接近的，所以这个就是第8名坦度18年。第7名我会选 Winston 18年，它是46.3% 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它价格在1700左右。我个人觉得这支呢是最亲民的18年的威士忌，而是在这个推荐影片最便宜的一支。我认为丁士顿出了这个18年是蛮佛心的，因为你看吧，它就是还不到1000块一年熟成的威士忌，所以我觉得它的 CP 值是非常高，没什么好挑剔了吧。而且它就是一种很棒的普饮款的威士忌，它就是有那种太妃糖坚果跟很香的那种香草，这些都做得很平衡，因为有年份了嘛，18年。那这个就是第7名，丁士顿18年。好，那第6名我会选布莱迪18年，它是50%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3800左右。这支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乌尼美的艾雷岛威士忌，它的质地真的很厚很油，带来有一点咸咸甜甜的味道，因为它有利用那个艾雷大麦去勾兑，所以我觉得是蛮特别跟独特的一支威士忌。它用的这些桶都很透明，酒标都有写，就是它有用波特桶跟一些速带红酒桶去勾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有年份，然后口感又很油很重，酒精浓度够高，所以那个味道真的很浓很棒。这个就是第6名，布莱迪18年。接下来就是第5名，我会选雅默18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价格大概在2000左右。这支呢其实有掉价，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价格也是 CP 值是很高的。它就是有那种很清爽型的经典波本的威士忌，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那个 Bourbon 桶的苏格兰威士忌，这个雅默我觉得是蛮棒的一支。它有那种草本啊、香草、蜂蜜、糖果跟柠檬皮的那些味道，都做着很平衡，因为大部分18年就那些平衡度是蛮稳定的，而且喝起来就很舒服。雅默呢，就是它的风格是比较清爽型嘛，所以夏天或是热天气的时候比较适合喝的一支。这支就是第5名，雅默18年。好，接下来就是第4名，格兰多纳18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它的价格大概在4200左右。这个呢，我想跟你们讲一下，就是大概在2017-18那时候，麦卡伦18年变很贵的时候，很多爱好者就跑去买这支格兰多纳当代替，而且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支真的很棒，而且又是 Billy Walker 在做调酒师嘛，所以他会勾兑一些老酒进去。这支呢，就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就爱上了这个 GlenDronach 18年，因为母公司决定走别的路线嘛，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名气了，所以可能会改变，就是走那个精品路线，
会想去 PK 麦卡伦，所以它的东西也是有改变一下，就是勾兑的东西，喝起来有一点不一样。它就是有那种经典雪莉的风格。然后我认为就是可以慢慢收那些旧版本的，因为已经绝版了嘛，而且就是只能美好的回忆一下，可是价格可能会贵一点，可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入手的。那这个就是第4名格兰多纳18年。好，接下来我前3名的威士忌推荐都是 L 开头的在前面，所以可以想一下。那第3名我会选 Longrow 朗格罗18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6500左右，在这个推荐影片里面最贵，可是我觉得它 CP 值还在，就是对得起它的价格，还是比麦卡伦18年的那个经典雪莉便宜2-3千块嘛，而且它是小批次，每年只出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朗格罗18年是比云顶18年好喝，为什么呢？因为有泥煤的威士忌，如果越老它会越柔，所以这个朗格罗18年是刚刚好，它的泥煤浓度或是那个泥煤的风格，就是好像变成一点烟熏，也是很柔顺，尾韵很长很香。最好的印象就是它的味道会留在你的口腔是蛮久的。这个就是第3名朗格罗18年。好，那我们来到第2名。第2名我会选 Longmorn 18年 Longmorn 18，它是48%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2500左右。这支呢就是最近有跌价，而且是跌蛮多的。我记得大概2-3年前它是需要4000块的，可是现在2500就马上去买嘛，就是去补货。而且这个普通的18年是绝版了，因为以后它只会出那个桶强版本的18年，而且价格快3倍了，7000块。这支呢也是因为那个 G Whisky 就是有介绍给我，他也蛮喜欢 Longmorn， 喝来喝去我也是开始喜欢上这个 Longmorn 18年，它也是有那支18年的桶强，我们都认为这支普通版的就是不会输给那个桶强版的，而且价格才1/3。最棒的特色就是有一种很 juicy 的橘子的口感，然后奶香奶油，然后有香草的香气，都很棒，很柔顺，然后口感又干净又滑顺，就是很 silky， 风格很优雅很平衡，可是强度也够。那这个就是龙某恩18年第2名。好，那我们来到推荐影片的第1名。第1名我会给李爵18年，它是46.3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3000块左右。这支呢我觉得是很强壮，可是算是蛮柔顺的一种雪莉泥煤的风格，而且价格也刚刚好。我觉得一个好的18年在2500到3500之间，是我最喜欢的价格。这支李爵呢，它就是有很独特的一种复杂的味道，就是有一点 funky， 它的泥煤很不像艾雷岛，就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味，然后雪莉的甜味也超丰富，层次也很多很深，如果在冬天喝是最棒的。这支李爵18年我上次有带去品酒会分享，就是跟波莫18年 PK， 这支李爵就完全胜利。在每年我们那个 Oswa 进行投票，我就是会一直给这个李爵，可是可惜因为它的量比较少，所以可能少人有喝过。那如果你们有看到，然后价格合理，可以参考试试看咯。好，那这个就是我18年苏格兰威士忌核心款的推荐。那你们呢？你们有没有别的喜欢的18年的威士忌？欢迎在下面留言，欢迎推荐给我。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了，记得订阅、按赞跟分享，然后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希望你们有吃到好的月饼，又喝到好的威士忌。下次再见了，拜拜。